确定要去2个地方吗？他是2选1还是都要去？他最后只能选一个吧？他应该都要接受表白吧？然后他看他要接受谁？对。哦，来了。小戴的表情依然，小戴该不会以为他选了他吧？这一刻有可能。哦 ，Hello， 开心了。Hello， 哇，这好难弄啊，好难处理啊。你在这等很久了吗？哦，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小紧张。太帅了，是吗？精心打扮。没有，我今天都戴了个帽子。哎，你这个帽子是？对，等一下跟你说。哇，这好美啊！对啊。哇，好看的。天哪！你坐这边，你准备好？哇，准备了一顿晚餐呢。Cheers！ 你知道我刚刚路过的每个人，我觉得这是最美的。很幸运，又幸运了。超幸运。他该不会在这时候突然决定选小呆了吧？没有这么疯狂吧？怎么样？你今天的心情是？很紧张。我也现在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出来了。狗哥在那边弹呢。不是吧？刚才下面还有人在弹琴，我跟你说，看到吗？啊，一直在听我的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歌，但是听起来是蛮好的。直接当助攻了是吗？狗哥知道他们在楼上吗？狗哥如果知道会直接谈不能说的秘密。狗哥不知道。就是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嘛。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还在想哦，什么时候会结束这样子。现在是旅行与我再玩几天结束还蛮好的。这样的其实就是哎呀，这个准备了点东西。就我们5个人去那个旅行之前，我是有把那个鹰救玫瑰拿去旅行的，我就一直藏在我的那个书包里面。我都忘了它的存在。就是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用这个鹰击玫瑰，反正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觉得还是要给你这个玫瑰吧，当说是我一个遗憾吧，当说是我一个遗憾吧。唉，这是我那个鹰救玫瑰。这个就是那个砸了之后。对，我砸了。那怎么没有用吗？哎呀，我承认我自己不够勇敢吧，就是那几天我觉得还是有点小退缩，自己好像有点中途就放弃的感觉吧。就是我已经有尽量的表达对你的心意，但是我觉得我对你的心意还不够，就是没有碰到你的那个心。是的。所以还蛮遗憾的。就是我刚才在那牌上面，我是写着第3次晚餐。这也是因为上次我们第2次晚餐的时候，那个纸牌上面有说那个花束般的恋爱，这个跟我说的那个第3次表白，虽然今天可能不是表白，但是也算是我对你的心思吧。我有把你说的东西记住，但是我就想在今天表达我自己喜欢你的这个心意吧。你们去海南的时候，不是你们每个人有那个相机吗？但我不是晚来嘛，我没有拿到那个相机，那我就准备了个相簿。我就把这个相簿就命为相机，因为就是我们感觉每次去的那种约会都是很香，很多花这样子。就把我看的那个照片的感受写在那个照片的后面。哇，这相信是我自己你觉得很香的那个香水。好香。是我平常它是木调的。对，也是木调，就我平常喷的那个香水。
哇，这个是那天集市对，我去集市那天第一次。就是我说你的照相技术有待提高。对，我们那一次也是花香，都是花。对啊，这是我们弄那个摊位的时候。你穿那个围裙超搞笑的。对啊，我穿这个围裙也蛮搞笑的。还好。哦，这个是当时拍那个。那个时候我们2个人的照片。哦，是第一个合照。这是第一个合照，我们的。唉，这维吾尔族，那天山顶好美。我真的很少穿这种五彩斑斓的。对啊。那天就在山顶上面一直跑来跑去，超开心啊！你那天。好好笑。哦，这是那个做香薰。然后你还做了个花，那个花现在还在。拿回去。很喜欢，很喜欢。哎呀，你这个造型真的很韩剧哎。你为什么我会说你这样讲的？你再看后面，就是你说你都没看，你就知道我想说什么。哇，好神奇、啊！是不是？刚才前面也是。哦，对。哎呀，对你每次都是会很自觉的帮我拍，就很感动，因为你知道我喜欢拍照。哎呦，这张真的很有故事感，真要表扬一下康康同学。对，你看我后面写什么？康康帮我们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我们没有选择互看对方，选择不看对方，在这张照片里藏起了很多说不出口的话。真的很有故事感。对，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感。感觉是我们的故事。好多个我们。这是最后一张，后面。最后一张，我把我自己的照片留给你，不代表什么任何东西。谢谢你教会我的事。哥妈，我操，多么可惜，错过爱情，学会刻骨铭心。这告白日好感伤啊，好感动啊！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用心的礼物，就是从小到大谈过的所有恋爱，小小心意，大心意，大心意，大心意。我觉得我很荣幸被你喜欢，也被你坚定的选择，真的很荣幸。就是我上次，主动跟你讲的，如果我不能像你喜欢我一样喜欢你，我就不能享受你的喜欢。跟你相处起来就是很舒服，很放松，一点压力也没有，就很开心，很开心。但是更多的是朋友的感觉，很好的朋友。不用在这里再说一次。没有，这样子看起来会被拒绝2次的意思，他们都会觉得。小戴其实挺让我们心疼的。是的，是的。我觉得 K 姐做的还是蛮好的，对，非常体面。对，因为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种女王范儿，我发现就是会收起来很多，就讲得很清楚，非常友善，而且情绪价值给的很满。其实我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在海南跟你有过很多很美好的经历，然后我就想在这里可以跟你小跳一支舞。你就是 trouble maker 吗？我超不会跳的哎。没关系，教你。教我。你还记得海南那天我超级社恐，然后我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过来帮我。对啊，那个时候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不会跳，然后一直在笑，然后我觉得你那个笑得很好看。跳个舞吧，我们在这里。好。又美景，太好了，又可以看黄昏。天哪，这个粉红色。就是这样子，你说搭在我的这样子，然后这个抓住这样子，然后一步，这样，左边。我应该穿礼裙、高跟鞋。没关系，我现在也是
跟你一样是他俩应该结束会变挺好的朋友的。帅一个，这个 Hello， 你好，我叫小呆。你好，叫小呆。是我这种类型，你会尝试去接触吗？会。那我是老板，老板聊。家里人就有如意啊，那我叫如意。好香啊，薰衣草的味道，完美。这是如意的1号粉丝。我想拥有跟你第3次吃饭的机会。可以啊。我有时候会很庆幸我来了。我也很庆幸认识你。这算是散场舞。好了，看一下。哇，好美啊！我应该一会儿要去下一站。再待一会儿。哎呦，再待一会等那儿。个云跑到那边的时候。好。眼圈红了。第3次吃饭没？又要哭了吗？那我去了。那我走了。我来吗？小心啊！人生的出场顺序、之前抱一个吧，走之前抱一个吧。希望你每天都开心，好吗？但是没办法，这个确实没办法。拜拜。拜拜。帮你分一下。好了。走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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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耳边是小呆啜泣的声音。小呆好可怜啊，错过了爱情，什么刻骨铭心。他确实难受。也希望小呆不用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这趟旅程我没得到什么，我没得到爱情，希望能看到这趟旅程里得到了什么，也许能让他有成长或者好过很多。对，你总要在这一段旅程里找到你可以收获的东西。爱情里面成长就是最美好的结果，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另外一个人一定这辈子跟你在一起。对对对。但你在这段旅程里面学会了成长，学会了爱自己。用几滴眼泪换取，用一个心痛换取，然后有一天会被抹平，再回忆起都是美好。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奶绿，就是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受伤，勇敢的接受失败。胃痛不舒服就喝养胃舒。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治胃痛还养胃，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天真的黑了。真的是白天骑到天黑。我如果是 K， 我会很喜欢这一段骑过去的，我会觉得他一定等了很久，我要赶快去那种。找到了。哎，人没了。狗哥不会以为他不来吧？那不能，他是得召唤他吗？
听到吗？仪式感，小机关。他想弥补那个落日电台是吗？哦，他想弥补落日电台的遗憾。喂，你在哪儿？我不在现在这个时空。他不在这个时空，这有点浪漫啊，狗哥。然后钢琴上有一个 iPad 里面有段录音，需要你听一下。收到收到。他知道了，他 get 到，你看他完全 get 到。哇，哦， Hello， 我在旧琴房里面发现了一个琴谱，然后在演奏之后就回到了7月3日晚上11点，日落时分。电影情节。落日电这里是台。林前的频道。对于那天的录音，我的回答有且只有一个：我会在之后的日子里勇敢地表达自己，坚定地选择你。这一套套的。如果你穿越回来找我的话，请闭上眼睛，因为只有你第一眼看到的人才能一直看见你。这也太浪漫了吧！哇哦，就那个电影就是这样。对，那个电影就是讲的这个。剪了那电影，这个好浪漫。而且好巧哦，不能说的秘密是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的，结果在这正好能，甚至倒谈这个还能倒退。对你必须相信有天意这件事。哎呀，这个笑跟刚完全不一样。想到了吗？还是你强啊！怎么说？一会儿我们得这样欢迎金宇贤入场。一会儿也有 bro， 他是个可爱的。怎么说？你在异时空吗？现在你听完，咱们就在一个时空了。嗯，我刚刚从那个地方走到这里，一共108步。算好的吗？ 108步。哇，在坡上。天哪！也挺可爱的。哇，哦，从琴房到教室一共108步，那个地方走到这里，一共108步。哦，哦，现在还剩几步？你愿意走向我吗？哇，你愿意走向我吗？哎，这都不像要告白，这都像要求婚。今天这仪式感没毛病。你愿意走向我吗？这个你愿意走向我们，是不是这意思就是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对呀。哎呦。别人都搞好久才抱，最 man 的是狗哥，北京爷们儿。哎呀，狗哥你可以呀！哇塞，我的妈呀！哦的意思是，很轻，很轻，很轻。就是这个录音，听完什么感受？小子有点东西。你小子有点东西，我也是这个感觉。哎，他刚才那句你愿意走向我吗？我起鸡皮疙瘩了。狗哥可以呀。哇，好想跟他学啊！从弥补落日电台开始就已经大加分了，浪漫天花板啊！哦，天花板，而且每一个节奏都特别好。有起伏，全是惊喜。康康奶绿是纯真天花板，真爱天花板，这是浪漫天花板。我天！哇，刚那一抱绝子，这哪个女生也扛不住啊！小子有点东西。想了，真是绞尽脑汁。但我从这儿等你好久。哎，我猜你是不是先去见小呆了？嗯。但为什么这么久？
有很久吗？我们吃了个饭。吃了个饭，我还没吃饭呢。又吃醋啦？好不？其实想知道你一个答案。那我现在，你虽然先去他那，再来了我这儿，但我是你的第一选择吗？我是你的第一选择吗？好，好爷们儿哦，帅的。他不都走向他了吗？他真的很北京的那种。是啊，可以的。 OK， 这段也满分了，满分了。OK， 哎，我的内心被满足了。所以他要给他礼物了。啊，这什么潘多拉？潘多拉的，你打开吧。小花儿，还有这个小雏菊，你最爱的小雏菊。我在这等这么久，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我明白你会来，所以等。我觉得就是电台那天，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然后，我们虽然之前比如说解释清楚了，但是借着这个《Secret》这个曲子，我想，如果我能再回去那天的话，我肯定就会这么回答。他把最后的一个遗憾给弥补了。刚刚抱我上来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走向我了呀。哦，你要不走向我，我就不抱你上去了。你做什么？我就不抱你上去了。摔走。那不会，情绪稳定。OK。啊，冷吧？有一点。等会儿我带衣服，我给你拿一下。感觉他又是设计了个什么吧？谢谢。哦，我穿这个也很酷啊。那必须的，倾国倾城的。然后给你读读我的信吧。哦，来了。To 小 K， 你叫小狗叫你小 K， 听懂 ？OK。这些天，我们经历了很多，有些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比如在收信之前，我的辗转反侧，比如期待第二天和你见面的夜晚，比如在游艇上看着旭日东升，袒露心底的秘密，比如海边一起演奏不能说的秘密，绚烂的烟花在我们头顶上空绽放，再比如房车顶上喊出的谜语，悬崖边上的步步惊心，在星星桥上不经意间的牵手。我很幸运我们遇到了彼此，我们会经常不约而同的在信中说到同一件事情，甚至有着近乎一样的想法和感受。就比如昨天你说彩虹那个事情，以后还会有很多惊奇的奇遇。我也说了，我说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双彩虹，以后在路上还有不同的风景。他们两个真挺配的。哎，但我在想，恋爱里的出场顺序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啊？很重要。他们俩也是来了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对，是有那么一点命中注定哈。虽然你表面上总说你自己是个女王，很强势，但我发现你其实是一个内心比较敏感的女孩。我没说我强势啊，我只说我是女王。是，你就嘴硬吧你。是一个很需要照顾和关心的人，你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一些往事，会让我从中感受到被呵护、被宠爱的渴望。我本来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但被你摸头那天，心里虽然有些不爽，却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开始逐渐期待这样亲昵的行为。你还不爽啊？心里有些不爽，因为我没被摸过。都结巴了，真的，我都是。我去宠爱，就是这种行为，就是这种行为。我摸人家头，果然，行为。狗哥还是要当大男人的那种啊，他要当大男人。但同样的，我也希望你在我这里可以抛去武装的外壳，做一个可以放肆大笑、幸福可爱的女孩。他把 Kitty 当小女孩，对，就是我要宠我的女人那种。放肆大笑。这趟旅程，我不仅了解了你很多，我自己也改变了许多，做出了许多突破。你忽然娇羞是什么意思？成就了新的自我。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现在我不会逃避，我不会怯懦，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我喜欢的，我喜欢的，喜欢的，我喜欢的，喜欢的。哇，绝了！咦，很好听的名字 ，Kelsey，飞开，飞开，可以，你叫小火箭小哥，我喜欢的。害羞啊！读完了，还行，但是说出来之后，比我想象那样好一些。就我以为我会在这里卡很久，但就是看到你眼睛的时候就说出来了。哎呀！哎呦！趁机卡我油。不是给你搓一搓，怕你冷。这个也不输夏瑞，在这种时候趁机卡我油。我写了个信，说小狗。小狗，我出小 K。你今天是卷毛哎？对。我是特地就是想让我揉一下。哇，但是你打了很多发胶哎。对，主要是call back 一下第一天。哦，你有觉得我有 call back 什么第一天的东西吗？你天哪！一上来就看到了，好吗？哇，这么细节能记住？我的字也很好看哎，但是我不给你看，真的很好看。首先我想对你说，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场道别。道别这场旅行。但是紧张吗？我看都憋不住笑了。还有下文。告别那个恐惧型依恋的自己。本来我以为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的很多敏感都已经被消磨掉了，我可能会有更漫长的第二个单身的6年。但这一路的奇遇，一路的陪伴，一路上你对我的照顾，特殊的偏爱，让我感到有些被消磨的东西可以重新长出来。外人眼里的 Kelsey 会穿着不同的漂亮裙子，但爱情中的陈如意白 T 牛仔是一个行动缓慢、神经大条的小女孩，嘴笨、爱傻笑，喜欢呼噜柔软的毛。陈如意的缺点挺多，出门拖延、丢三落四，喜欢让人不停地记录、拍照。所以，你愿意和我一起慢吞吞地出门吗？你愿意一直帮我收落下的东西吗？你愿意不厌其烦地给我拍漂亮的照片吗？如果你愿意，那么我愿意。我愿意。这是陈如意的恋爱说明书，感谢查收。妈呀啊，好 man 啊！我愿意。啊，我以为他要抱一下，我以为他啪，我以为他要抱一下，结果来个拉钩。戏剧化的狗哥，他的行为很难预测。由于仪式感太多，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我愿意，我愿意。开钩啊，开张啊！盖章啊，盖章啊！拉钩盖章。拉钩是什么？我是一个很重承诺的人，这个东西在我这儿盖章就是。这是什么？我愿意啊。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那个好笑盖过了浪漫怎么办？杭州到北京没多长时间，我昨天开车的时候想了一下。啊？你昨天开车的时候就想了？对啊，你没发现我有段时间比较沉默吗？哦，我没想到哎，因为我其实今天写这个信的时候，我最后说我喜欢你，其实没有想要什么回应。
要不要弹一下那个？四手联弹。我真的很纠结，当时搜索记录。别说啊，恋爱告白日没来怎么办？告白日女生不来怎么缓解尴尬？可以可以，我还想怎么办？你真的好可爱，很可爱，真的很可爱。还搜索恋爱告白日没来怎么办？怎么说的？我很好奇。OK， 那咱们还要穿越回去呢。这是你来一遍，然后我这边配合你，咱俩就可以一块回去了。来！哎呦，干嘛？好爷们儿哦！你这个手，哎呀，怕你冷，真的很可爱，可爱的大男子主义。哎，你那个，最后你那个你愿意是说想和我去旅游，还是说更深层的意思？我表达的我喜欢你是不仅仅是喜欢和欣赏，是想和你在一起的。哎呦，那你这个我愿意呢？我愿意以交往为前提的深入相处。就是说你也想以在一起为目的。再盖个章，阿公。你把耳朵捂住，怕震聋你。要放烟花啦！真的有烟花是不是？等一下，要喊了吧？再给打耳机。放炮吧，不会。陈如意，我喜欢你。陈如意，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告白日啊！哇！陈如意，我喜欢你。我叫金宇贤。我是陈如意 Kelsey。不能说的秘密事情。从琴房到教室一共108步，然后在那天海上的夕阳下看到了你。这个要搞出那种孙小龙的感觉，比较适合你的一个蝴蝶吧。我要练一首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错了。我真的好喜欢你吗？尤其是 Alphabet 11。以后还会有很多惊喜的奇遇。抱一下。真好。你说恋综多神奇，如果没有这个节目，我觉得他们俩这辈子都没交集，都不会遇上。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记得女生在意的每个细节，很在意 K 姐。很善用彼此的回忆来制造更多的惊喜。对，我觉得哇，这个大伟，我觉得你这一段表达呀，足以让狗哥认定你这个兄弟。真的吗？你夸在了他的每一个心坎上。我也是狗哥的 bro。哦。我希望之后对自己的选择也可以更勇敢一点。咱们来个拥抱吧，抱一下。陈如意，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觉得很浪漫，好幸福的感觉，真好啊，好棒！下辈子我们有缘再见吧。有点电影散场的感觉。求劝你了，我错了。我会散。哎，我就是嘴硬，你体会一下，对不起。我有流星，哦，双彩虹。天哪，这个瞬间可以被定格。在下一次看到，应该也会想有这个瞬间。真不错。
各位观察员，这一季看下来，你们印象最深的可以是他们今天的表白时刻，也可以是这一季里面的任何一个时刻。我其实比较喜欢那个告白日前一天他们的一个晚宴，每个人上台对整趟旅程的一个发言。确实，最终节目录制结束，他们还会面对现实生活中除了彼此之外，可能还有很多事情在他们的爱情中会游走嘛。但是那一刻，他们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在这趟旅程中的一些自己身上的学习啊，还是别人身上得到的东西，挺羡慕他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想当年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全是冲关的。杨迪的初舞台我参与过，对对对，达人秀我们的评委，中国达人秀我是评委哦，给我的那个 pass 卡让我过了。这个是我心目中的达人，我的选择是 yes。但当时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现在是怎么了？不是啊，表示我没有看错眼啊，因为这些都已经多少年前？14年了，14年。所以我能理解他说我好想参加恋综。对对对，就很特别的。你别说，我现在看有一个恋综是50几、60岁的人去参加的恋综，黄昏恋，对我都觉得我挺想去。哎，什么意思啊？开玩笑。大为呢？其实我一直都还在狗哥告白的那个震惊当中。对，震惊，太浪漫了。你现在突然问我到底前面有什么，我真的一时真的想不起来。就是，哎，狗哥太会了哈，我好想跟他学啊。哎呀，我觉得我们也是啪啪打脸。人家第一场在那个海滩烧花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呦，这个仪式感那么多，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看，我们现在全被他的仪式感给……你们刚刚叫的非常大声，就是。真的，我们啪啪打脸来自己打，啪啪打。我不是某一个瞬间，就是我在最后康康和乃绿两个人，然后他们告白的时候，乃绿因为感动而哭，我就想到了在第1季，他站在台上，他说自己曾经受到过伤害，他是纯爱战神，但是战损版哭的那个哭的对比。那个就会让我觉得一切都苦尽甘来，然后我就觉得乃绿其实他最厉害的一点是，他不论经历过什么，遭遇什么，他都还是保持自己那颗会爱的心。我觉得这点是他能够后来迎来一个对的人，得到幸福、收获幸福的一个最基础，就是一个根本。就很多女孩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跟一个男生或者我有一段很刻骨铭心的恋爱，付出了很多的青春或者怎么样，觉得好像自己亏了。你收获过幸福和快乐，你获得了成长，那都是属于你的。所以其实不要只是拿时间作为衡量，那个不是唯一标准。如果聪明的人是成长，变得更好、更优秀。说得好好，这一段周周真的是，这是我一直都很想要说的话。感觉今天的告别是充满着期待的，所以我们也要期待各位来到我们身边了，就是陪着他们走的这一程，咱们今天就要正式奔现了。哎呀，终于来了！爱是真诚守护，胃要用心呵护。下面进入39味太牌养胃书竞猜环节，依然要请出的是我们的护胃百宝箱。那每期呢，我们会邀请一位艺人从中为我们抽取一个护胃小锦囊，由他打开锦囊，并且为我们揭晓题目。那今天最后一期了，我们就请杨迪同学为我们打开一下。马上就要迎来本季素人返场，观察室每人准备一个最劲爆的问题拷问他们，5个可以吗？你先说出一个我听听，最劲爆的。反正我很好奇那些什么成都行啊，那些音乐节啊，还有那个新加坡行，这些到底有没有完成？静姐有什么想问的？在一起的吵架了没？哦，吵架了没？周周，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乃绿，我看了他一下 IP， 你真的是看得好细致啊！在哪里？在新加坡。哦，所以我想说，他是已经确认到就是为爱走四方了吗？这么说的话，我也了解了一下小呆前阵子的 IP， 在哪儿啊？杭州。哦 ，K 姐在杭州，但是她小呆 IP 还在杭州 ，Why？ 这要问一下，也不能因为没有在一起，杭州都不准去了吧？也是啊。好吧，既然我们已经把问题准备好了，我们就迎接他们来跟我们奔现吧，好不好？来，欢迎各位。追剧，突然见面会了，看了男女主角的感觉。对。
欢迎回见面群。你好，我妈妈好喜欢你啊，谢谢。好高呀，这人。欢迎欢迎。小小你好。Hello， 你好。欢迎。俊男美女。Hello。来，罗哥。静姐好。见到你了，姜老师。请坐。这应该是我们返场最齐的一集。是很喜欢看到电视上的人走出来，你们对我们来说也是电视上的人。告白日，听说刚才你们也是同步在后面看的是吗？对。然后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中间有休息那么久吗？因为女生补妆大概又都补了1个小时，又重新感受了一次，说全哭花了。男生也是。在我们对拷问他们之前，其实他们在线下的相处。对，就大家一起都放，好，一起都放。哎呦，红酒2杯。哇！第一次见面哭手不太好意思啊，单独见面。哇！怎么出了节目还给我写上瘾了？周见。嗨，夏老师，很美。但是周，你没穿夏劳的 T 恤，裱起来了。哦，裱起来了。我怎么不吃？晚上看吗？打卡一个景点，真的去成都了。8月2号，然后问明天去新加坡了。我好想和喜欢的人走过下去。我们坐了2个，都坐第1排。稳定器。可以来了。我当时在鱼尾狮公园想看油画没看成，下次带你去看。现在怎么收场？我们看现场版吧，看现场版，看个现场版吧。要喊亲一个，你组织喊呀！亲一个，快！等一下。我睡亲他还不理我。你要嘴对嘴的那种亲一下。满足了我们，看的真的是眼都直了。没有，其实因为我们有准备一个比较特别的环节。是什么？本来是想骗你们的。对，本来是想说我们现在只是朋友，我们感情上遇到什么问题。所以你们是什么关系？在这边亲来亲去。但是周有发现一个细节，说你的 IP 很久停在新加坡。那个社交媒体，因为我会看你们几个人 IP，就是你去新加坡是那次找他玩吗？还是你？我现在定居新加坡了，我在工作了。所以你是为了他找了一份工？不是，这真不是，因为在见到他之前，我已经决定要去新加坡，只是在考虑读书还是工作。因为那趟去发现，直接工作的话，以我的学历是 OK 的。这其实就是缘分天注定，对，就上天就让你们在一起，而且不需要异地恋。对，异地恋维持了异地2周吧。2周算什么？你这个样子好像很舍不得那2周时间一样。那2周有没有很想对方？我们每天晚上都打电话，打蛮久的。刚刚最后表白日那个表白，你在我心中是100分。真的吗？对，这么高吗？因为我觉得已经很少有人会真的非常就是那种正式的，然后确认说我喜欢你，我想我们在一起，或者我要做你男朋友。
就是你很尊重乃律，而且你很尊重你们这段感情，所以我就觉得，虽然狗哥那个超级浪漫，但是我就是更喜欢你这个，我投你一票，超级，真的超级。狗哥，你那是浪漫满分 OK， 这是表白满分。好的好的。这人就是粉红泡泡。见过家人了吗？哦，那倒还没有。那看起来家长知道的应该只有夏瑞的妈，就是发照片啊，这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藏这么深。当时妈妈怎么回的？那个照片发过去的时候，夏瑞，我妈就觉得就是他，她一看就知道就是周周。哦，群发吗？对我妈当时反正先看了节目，她就觉得我一定会选周周，她觉得这就是我的品味。但你们俩最后的那个表白日，其实我们有点意外，因为你们俩感觉是那种最外向，然后最奔放。我们以为你们俩的告白日会是一个最热烈的，结果夏姐最娇羞，最害羞，对吧？我当天确实是就是口嗨多了，认真起来还是挺紧张的，就跟平时还是挺不一样的。就这话里没梗，你也受不了是吧？啊，对，这没梗，有点不知道说什么了。你们两个进展到什么样的情况？还在考察。还在考察。几期了？第3轮了，第4轮了？第3轮吧。哎，那你们俩现在是每周都会见吗？我们两个其实有段时间天天见。哦，不是天天见都没有发展一下？因为之前有一段见得非常频繁，然后后来又有经历了一段异地嘛，就是缺少见面的机会吧。就这个关系它可能是有升，然后稍微平，然后有起起伏伏。对对对，然后现在夏瑞回来了，对吧？然后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见面，这样。但夏瑞，你什么时候还要回纽约啊？其实我本来之前下了节目想要立刻回纽约的，但是为了线下继续多接触，我又多留了很久。啊，我要报一下，就是刚下节目的时候 ，Sherry 跟我说，要不我就不回纽约了吧。周周这种就是他很内在很稳，就是你在闹，他在笑，可能是更适合彼此。他是一个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有趣，但我觉得周周有在尽力。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问题，所以我想问你们吵过架没？战术性咳嗽，经常吵架。哦，确实是和您刚刚说的问题差不多哎。类似什么事儿？我有时候会觉得他有点无聊，哦，或者是他有些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标准去做，然后我就会觉得你不懂我。这个我有事情要分享，因为我们3个因为经常在北京嘛，所以说他们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我基本上也是在场，然后我是从中一个你来解决。你老在场干嘛呀？不是，就是调解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周周他其实是很会的一个男生。然后就比如说他们这次吵架之后，然后周周安排了一个1整天非常完美的约会，在我看来，对对。然后我当时还说我用不用给他提一些建议啊什么的，其实到后来发现根本就完全不用我去操心。还是要按照节目的规格来，生活中。晚上该写信写信，第2天该干嘛干嘛，对吧？那狗哥，你跟 K 呢？下节目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他，线下相处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快乐吧。但是其实我们之后也遇到过一些困难问题，就是2个人有些时候还是会沟通的不直接，然后这个时候也闹了一些误会，但是就是在前段时间吧，这个误会应该也是比较完美的化解了。然后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你说。行，就是我们还在为着在一起的这个方向共同去努力。我们也是有一些现实的矛盾，然后也是为了这段 relationship 在解决。因为我跟人的情感沟通就是还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我觉得我是最不会恋爱的人，我真的就是很难表达出我真实的想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沟通也是我现在学会要慢慢去跟人解决的。阻碍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了吗？平了吗？停了，我怎么说呢？就是工作虽然很忙，但是我每次都要订最早的票，然后以及最晚的一班航班回北京，然后去见他。下了节目以后还有这个吗？这个动作来一个吧。
当然有。啊，没事，没事。哎呦，没事没事，我得摸回来。可以。那 K 姐，我想知道狗哥生活里也是仪式感特别足的人吗？最近干嘛了？说说。他上一次是给我送了一个香薰，就是那种会转的。一开始就是来我家是放在我的那个三角钢琴上面，说你每天就能看见它。然后后来说，哎不行，这个你还是不能每天看见，然后放在床头，然后每天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想到它什么的。这个是有故事的，因为当时我和小呆应该都是想选香气，然后我猜丁克不是输了吗？然后那天又落单了，但是我知道 KK 他很喜欢香气，这个也在我这儿是一个遗憾。节目之后还在弥补遗憾。对，因为我们这一期有一个主题叫“不会恋爱的我们”嘛。对。想问一下，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公认你们里面真的最不会恋爱的男生和女生分别是谁？最不会。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向了 Tim 的背影，怎么回事？后背发凉。啊，真看着我。你先说，你经过这一次之后，你会不会谈恋爱？真不会。我有在进步吧，我有在进步，有在进步，有在进步。我记得告白日那天，我写出这段话，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我日常生活中朋友都说我不是那种会去展露自己内心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写出这段话真的就是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你跟小小的关系有再往前再进一步吗？是什么情况？在了解中吗？就是节目结束以后，其实有去南京找他，然后我回了英国以后，我们有不定时的打电话聊天，但是我觉得目前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状态吧。 Tim 还想要再努力吗？还是都在努力吧？都在努力，对，都在努力。我先问小小，你对待爱情这件事情会在节目之后有再打开一些吗？就是我觉得这趟旅程对我来说，更多的就是一个更开放的心态。你不要以遇见了这个人，你就一定要和他成为男女朋友这样的一个结果去规定你们是怎么去更深入的认识。因为你和每个人的相遇都是很宝贵的。可以从相处开始。是的，太棒了。这就是我们都希望的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我突然想问 Tim， 就是小小手破了，然后挤柠檬杀到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说出那句消毒啊？你不但消毒，你还夹了一块肉往嘴里放。你是这样的，消毒。当时夹了个什么吃到嘴里？夹了个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女生其实也很坚强的，很坚强的，就是。哎，说的没错，说的没错，我可以理解你。那个只是皮外伤，不会有太大的，而且那个是内膜嘛，就是有消毒维他命。你不能拿个 OK 泵给他吗？让他不要再滴到吗？确实，小小在你的心中又是老虎又是恶龙。这是什么？我就来了，录了3期，全记在耳朵里了。震惊了是吧？震惊了。就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受很大的伤，比如说骨折了，或者是哪里真的，还得骨折，或者是得骨折，或者就是真的有受到就穿刺伤这种，快从这儿整个出来。要不换个人问吧。哎 ，Tim， 为什么你的幽默感碰到他就溃败啊？你跟 Sherry 在一起的时候，你挺有幽默感。就更喜欢，就更小心翼翼，更不是自己。对，就是遇到可能真的在乎人或喜欢的人，整个人会变得不一样，或者更小心翼翼，就更害怕吧。真是当局者迷。你知道，我们后来觉得你简直是怕小小，你知道吗？我也是挺怕他的，是不是？对。就是我能感受得到他那个磁场在。这个我可以讲一下。好，你说。我跟他海南岛是室友嘛，然后。他收到了小小的其中一封，就是你今天晚上有点不好的那封信，之后，哇，他就每天都活在自我怀疑里，你懂吗？就很担心他哪方面会说错话啊，或者做错事情，就让他
也不是说让他不开心，就当时觉得不好。对他想要展现最好的一面，但是他怕又展现一些不好的那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其他人看觉得 Tim 每天开冷笑话，然后很好玩、很奇怪的样子，但他也是有自己反省，自己有一点点内耗的那一方面。现在不害怕了吧？我感觉他怕，还是有点，还是有点，还是有点。我觉得我不是怕他这个人，而是我怕我又说错了什么。因为他经常就是说，哎呀，真无语，或者是我说了什么，他在旁边默默的摇头。就其实我能，没有。刚刚那一下有刀眼睛里，对他总是说我眼睛会瞪他。你瞪的时候我都差点被瞪到，我看得很清楚。小呆，就是下完节目之后哈，有一阵子我发现你的 IP， 我们好爱查别人 IP 啊。哇，你们真的查得好细啊！你们节目录完之后，大家有聚一聚吗？我节目之后还有几次也有去过杭州，对，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刚好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我们就一起出去吃饭啊。又是你们3个人嘛？对，我也想问3个人。没有，我们2个，然后有时候可能有我的朋友或者他的朋友这样子。我感觉你好像不知道哎。我知道，知道。他在群里说了，不然我肯定吃醋的。吓死我！对，我们都在群里说的这样子。狗狗不是超爱吃醋吗？还是狗哥就是要装大方，去吧。他一直问我说：“你们现在干嘛呢？你们现在在干嘛？在哪里？”哎，那这个会是你们争吵的点吗？这倒不是，还好是吗？对，就我吃醋归吃醋，但我不会把它上升到比如说要争吵或者矛盾的地步，因为我们其实节目上的一些争吵、一些矛盾已经验证了我们可能对彼此的感觉，然后我是相信这种感觉的，就信任他。很想知道狗哥跟 K 姐，你们俩现在称呼这件事 battle 的怎么样了？小狗啊，就是小 K 啊。和 KK 吧，是吧？啊，你不叫女王吗？女王就是调侃她的时候会叫。调侃。对，她只要一开始稍微有一点起发，我说啊女王，这个样子。但说到昵称这件事，我觉得小呆必须得多说2句，因为他非常擅长给别人起昵称，什么2米王子、左撇子，什么类似左撇子。就是今天能不能请你在现场冒犯我们一下？你能不能给我们每个人起个外号什么的？我们好期待听一下。大胆说。但我很贱的讲话，但是太好了，我们就想听你冒犯。没事，随便说，大不了我把你骂哭。我最想听这个。小周老师是周老师了，已经周老师。先给颗糖。小周变周老师。先铺垫一下。不是，周老师是大姐大。大姐大，为什么？因为就是感觉性格是那种很豪爽，然后很直的那种。还有啥阿萨里大姐大，然后最好大姐大这样子。OK 吗？大大姐大，这样会了。是因为他一开始说他们仨杀猪盘吗？我滑跪，我先各位哥，对不起。没事，你们有看到这个吗？看到。我当时还没来这节目，作为观众。不是，我一定要解释一下。我不是说你们就是你知道长得像杀猪盘，是因为杀猪盘的男性一般都是要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精致、非常精英感，所以你们是外貌看上去都非常优秀的男性，精英模板。对，尤其是周周，还要特别点一下周周。但是这是一个是夸赞，其实是夸赞，对。要不然怎么吸引女性呢？周周，没错，要不然怎么谈6个呢？下一位你想给谁起？我给一老静姐，来给我起一个，快！就是不能生气哦。不会。哦，狠一点，没事，静姐很大，是3个字。法老王。
法老王。法老王，我喜欢。法老王，但是为什么呢？我喜欢。就是发是，就是我想说头发，就是发量很多。老是什么呢？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怕。不是，我本来觉得法老王就是很有智慧，你知道吗？就是头发很多，掌握的智慧，掌握的秘密，那个也有，我很喜欢，对，那个我是本来要讲的。OK， 我还挺喜欢当法老王。接下来小呆下一位。下一位吗？安娜先给女生吧。好，这个直接一点吧，就是短发小美。短发小美，短发小美，所有的绰号都从头发开始的。看出来你对头发有执念。但为什么是小美？这个女孩叫小美。叫小美。哦，这个女孩叫小美。对，短发小美，羌族小沙。我们的钢琴摆了一整季，两位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4手连弹一下？不能说的秘密，我觉得不能说的秘密都快变成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曲了，可以吗？好，走。哎，加油加油！我们弹一下，开始。3、2、1。帅的。哇！谢谢，太好了！就是这个曲子正好，我们就直接时光倒流回第2期我们的观察室吧。因为这一季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玩把大的设定。我们在第2期的时候，每个观察员就有猜他抽到的那个嘉宾最后的心意选择，谁输了谁就愿赌服输，按我们当时卡片上的惩罚做出来，好不好？大为预测错了，认命吧。天哪，我错了。大为，你的惩罚是跳女团舞。来吧。OK。不是 Trouble Maker 啊。我跟谁跳啊？小呆啊。哎，也可以，我跟小呆学一下。我们的跳舞担当，这个好看了。来吧。Trouble Maker 吧，这样你还学过。然后我们的示范视频可以看奶绿跟康康的示范视频。奶绿和刚刚反复被拿出来了。哇，还有啊，真的真有啊，讲师。这是我的声音啊！你是老师啊？大为可以，我都跳了。哇！我的放线。很好。没事，多看几遍就脱敏了。来吧 ，Trouble Maker。1、2、3。那他叫我，你的前面。不知道，啊，这个。哎，他们。开了！哎呀，关键动作没做哎。OK， 1、2、3。是这边。这边。可以了，大为兑现惩罚成功。然后谢谢小呆陪一个，很好，不愧是最会跳舞的小呆，棒棒。Trouble Maker， 谢谢你们的 Trouble。到你了，安娜。首先声明这是第2期，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斗胆预测Tim 和乃绿会在最后一期。哎，有很多观众都这么猜。第二期，那个时候我还以为 Tim 是一个特别成熟的那个，然后我以为乃绿是那种比较小鸟依人。对，然后我就觉得你们两个特别配，然后我就发现我完全错了。重来啥了？吃一勺会咬人的青梅精。哇，什么东西？酸到爆炸的一个怪东西。我来陪一下。K 姐想吃 ，K 姐想吃。K 姐尝尝。真的吗？先尝一下。要吃这个就得猛猛一勺那种。这是人能吃是直接吃的吗？看起来还不错。哇，仿佛惩罚的是 K 姐。没有 ，K 姐说这是奖励。满满一勺哈，嘴里一放。真的吗？我觉得青梅精挺好吃的。怎么样？还可以哈。哇，优雅。真的不错。你给我先来一点。种草。先来一点。尝一个。待会儿如果酸爆，就都是 K 姐带的。真的不错，真的就已经。干嘛？有这么酸吗？有这么酸吗？完了！狗哥不行了，狗哥！你们两个，你们吃的是同一个吗佩姐，你是？安娜也来了。真的很酸。哎，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是甜的耶，是酸的，超好吃，是甜的，超好吃。你把它见了。好吧，然后我也有听说夏瑞今天有给观察室带礼物，是不是？是的。就坐在屁股底下呀，带我。哇，送给。这是周周，谢谢夏瑞，哎呀，还有，就觉得我们俩不会恋爱的意思。对，我懂了，我这哇，那个恋爱宝典已经出书了。每天掌握一个恋爱小技巧，夏瑞祝。天，回家再拜读啊，回家再。为什么呀？我们现在想看第一页是什么？秘密播不了，是播不了。懂了，忍不住想要看。好吧，也谢谢我们这一季。其实好像每一次的恋综里面都会有放烟花这种很经典的环节。我想说，其实这一季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一季9位嘉宾在彼此的心目当中，包括在每一个观众的心目当中，都放了一场非常盛大的烟花。我们也会看到非常坦诚的沟通，然后遇到对的人，真的是会照亮彼此的。所以也非常谢谢各位，和每一季一样，愿意和我们去分享人生当中这么重要的一段旅程。再次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这一季我们看的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最后来一个真正的全家福的大 happy ending 吧。好。小呆，我们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们这一季设计一个最后我们 happy ending 的一个动作，比如你的喘息 ending 一类的，我们全员跟着你做，可以吗？我们恋爱吧第6季，收官。OK， 我疯狂 wink。谢谢大家，兄弟，谢谢。胃痛不舒服就喝养胃舒。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恋爱观察员追踪不迷路，周一未播花絮随机掉落。SYP 每周二看正片上下集，专享衍生，连更4天。YP 周二更新上集，周三更新下集和课堂纯享版。每周四到周日 SYP 专享衍生看不停。周四心跳加载中，互动游戏让心跳达成同盟。周五是即刻出发的爱呀，让出发与爱相遇。周六加更版，探索男女暧昧日常。周日生活手账，定格与世界的真真瞬间。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我们恋爱吧”，参与话题互动 ，get 更多精彩内容。潮酷一代就用超酷的动态壁纸。买房卖房，直播看房就上房天下。学为贵，一站式留学，帮你上更好的学校。来咕咚 APP 体验全新运动数据分享状态。